认主。金陵一惊，一块破玉而已，怎么认主？灵气法宝可以认主，邪玉怎么不行？魏无羡摇摇头，方才我拿着这块玉，便觉得玉上封印隐有松动，果然只一声呵斥，封印便开了。恐怕炼制之人也担心这玉被你转送他人，才令其认主，一旦离开主人，几炷香的时间便会暴动，带着招邪，取下来又会引发暴动，这可如何是好？江厌离担忧地看了一眼金子轩，别担心，师姐。魏无羡眨眨眼，夷陵老祖在此，这种东西只要破解其招邪之法，自然能找到镇压之物。说到这，他又面带嫌弃地看了一眼金子轩，道：看来最近我是不想跟你在一起，也必须得跟着你了。金子轩皱眉道：谁要你跟着了？魏无羡道：这话你说了不算，算起来你这条命还是我救的，要怎么来得听我的。他说着，捡起桌上那个小小的玉佩，对金子轩挑衅般的晃动两下，抬手扔了回去。金子轩盯着那块邪玉半晌，还是一脸不耐地把剑穗佩戴回穗华之上。经过这么一个插曲，家宴算是吃不下去了。几人草草散去，金子轩唤来金光瑶，叫他把那块邪玉的来历仔仔细细查清楚。好在金光瑶过目不忘，立刻便说，那玉是上次金子轩受陈时的寿礼，先前穗华的剑穗稍显破旧，索性连带着把玉佩也跟着换了一块。再细致到玉是何人所赠，就真的需要去查查寿辰当日的笔录了。金子轩也未曾指望能一下问出所有，便只是叮嘱金光瑶尽快查出，自己小心翼翼地封住灵力，一脸怨念地回了主殿。魏无羡顺走了宴席上的最后一壶酒，与江城走了一路，边走边打。江宗主日理万机，此次前来，明日清晨又要赶回莲花坞，二人见面次数增长，这次也没有月下对饮的雅趣，拐到交叉口便分别了。魏无羡仰头喝下一口酒，挑着眉看向身后，这么晚了，还要继续跟着我？金陵脚步一僵，满不在乎地走到魏无羡前方，道：谁跟着你了？我绕路多走一会儿不行啊？魏无羡憋着笑道：好好好，金小少爷在自己家想怎么走就怎么走，我管不着。不过少爷，你当真没有话要对我讲？再不讲我可要回去了。切！金陵不屑。你那块玉好解决吗？真是别扭。魏无羡脸部肌肉都扭曲了，好容易抚平嘴角，他轻咳两声道：当然不好解决。那怎么办？金陵急道：不怎么办？魏无羡道：看机缘喽，这种东西解决方法有很多的，就看你爹有没有这个运气，再不济，找出不轨之人，自然也就解了。说得轻巧，哪有那么容易？你就别担心了。魏无羡笑：有你舅舅在呢，江城不行，不是还有我吗？我可是最擅长这种事的。你这话，我舅、二舅听了又要揍你的。让他来，我什么时候怕过他？魏无羡拍拍金陵的肩膀，别怕，有我在呢。金陵别过头，抿抿唇，妥协般的松了一口气。魏无羡见一切解决，也点点头，正欲回身，金陵又拉住他的手。魏无羡转过身，看着他的手，又看看他的脸。你呢？金陵道：什么？你这一天有收获吗？魏无羡一愣，半晌他才笑出了声，捂着腹部笑了好一会儿。魏无羡才在金陵涨红的脸前稳住自己，道：要说有没有收获，那自然是有。风邪盘的第2版就快要改好了。要说那件事没有，那你还笑，还不快别急吗？魏无羡眨眨眼，你们家藏书太少，过2天我向蓝湛修书，求借他家藏书阁一用，总能找到办法的。他把手中没有喝尽的酒壶塞到金陵手中，笑道：今朝有酒今朝醉，你才多大，就别想这么多了。我又不像你没心没肺的。魏无羡哈哈笑了几声，道：没心没肺有什么不好的？我就觉得很好。等你长大，你会经历很多无力回天又令人义愤填膺之事，孰是孰非，孰黑孰白，其实都没有定论。到时候就算你想没心没肺，也没有能力如此了。所以趁你还能随心所动，就多做几天少年人吧。金陵似乎有所动容，却仍是扭头道：瞎说什么，
我早就不是小孩子了。魏无羡扶着手，夸张的点点头，道：对，所以长大的金陵公子，时候不早了，回去睡吧。再在这游荡，小心我叫你爹把你送去姑苏求学。金陵呸道：我还不想跟你待在一起呢，切。魏无羡笑着看他跑走，转身心满意足的一脚踢开大门，大摇大摆地走进现在宛如猪窝的房间，翘着腿把两扇门又踹了回去。查不到是什么意思？金子轩眉头一皱，回去之后，我令人翻查了寿辰当日的赠礼，并没有人送上这样一块玉佩。金光瑶道：但这块玉确确实实是在寿辰之后出现在仓库之中的。